川普这一任开始，他非常清楚，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管制他的边境，第二个他要全力对付中国。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卢比欧还有这个瓦尔兹，他们两个人就是他对付中国非常重要的武器。另外一个是我要管制边境，管制边境谁找谁呢？就找这个霍曼。霍曼被称为是所谓的边境沙皇，甚至他讲说是家庭杀手。因为他在之前担任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把很多非法移民给赶走。可是非法移民有些人他在美国已经生了小孩，已经落地生根了。那这些小孩怎么办？就没有想到他小孩就留在美国，就是把爸爸妈妈就这样赶走了。大家觉得他也太残忍了。可是他怎么讲？他说我不在乎批评，我也不在乎那些民主党的批评，我只要把我想做的事情给做好就好了。这次他又回来了，他又要去管制边境，但是这次不一样，什么？对，他说这次我要封锁边境。我要封锁边境的第一个目标，最主要的目标，竟然是中国的年轻男子。对，霍曼是谁呢？霍曼以前就是川普最忠实的一个支持者。他在做川普1.0第一任的任期的时候呢，他就做他的这 ICE 的一个局长。他那时候做一个就是零容忍的家庭分居的一个政策。零容忍，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吗？过去来讲，你只要进到了，不管你是用走线，不管你是用什么偷渡方式，你只要进到了美国境内，你生了小孩。那没办法，美国就只能够接受你了。可是呢，他说不行，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有太强烈的动机。反正我就拼了命，我进来之后呢，我生了小孩，我就赖着不走。他竟然用这个零容忍的家庭分居政策，意思就是说，就算生了小孩，我还是去冲你的工厂，我还去冲你的家庭。冲进去之后呢，成人全部抓去哪里关？联邦监狱。然后呢，把你起诉之后驱离出去。那你没办法，你的小孩呢？小孩怎么办？小孩就只好分离了。分离的话，在一些养护机构把他给教育起来。好，重点是他这样子做下去，几个月的时间就有1100户的家庭被他给拆散了，总共影响了4000多名的儿童。所以呢，后来那个政策就只好戛然而止。可是呢，你看哦，这次川普一上任之后呢，又把他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呢，他说这个我们有新的方向了，一样要把美墨走线。你知道吗？走线是什么意思？走线是专门针对中国的一个非法移民，因为其他的墨西哥他是直接穿过去，然后这个画面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些非法移民用走线的方式，他就直接告诉大家，以后没有再走线了，以后走线的这个漏洞要把它给挡起来，尤其是针对中国的青壮人口。他说这些青壮人口，你觉得他是要来中国打工吗？你觉得这些人在中国有受过一些高级知识教育？你觉得他要这样子用这种方式，然后呢，可能会牺牲生命方式来进入到美国吗？对，只是为了打工，只是为了赚美元吗 ？No， 他认为这些中国的青壮年，你来这个地方是要做什么的？做情报的，你来这个地方是要收集资讯的，甚至他觉得你进到，他们觉得是间谍，对，他就觉得说你进来之后呢是要颠覆美国的，所以呢，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把过去零容忍的政策再拉高强度，把这零容忍的政策再加强出来，而且呢，针对的是中国线，而且他已经知道说你们走线是什么走的。好，在墨西哥哪个地方会有人头接应，然后呢，走到这个缅墨边境的时候，你谁带领？他说这是联邦重罪，所以呢，这个边境撒谎正式回国之后呢，他不用透过这参众议院的一个人事任命，反正他就是变成白宫的行政官员，所以呢。这个政策马上就会实施了，而且剑指中国的青壮年口。而且他讲，你这些青壮年在整个中国，你都是刚刚什么，都是解放军服役的年纪，对，你这些可以当军人的年纪，你居然都跑来了。对，所以呢，他对于这些来讲的话，他不认为说你是在中国里面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所以呢，你想来这个地方打工，他认为这个是中国大陆他的一个特别的，对，一个特别的一个机构养护之后呢，透过特别的路线进来绝对不是为了打工那么简单，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颠覆美国。而且刚刚讲的，现在没有想到这种偷渡的问题，台湾问题那么严重。刚刚志勇讲，一个月德州就有37万人，而且他们现在在纽约的时候，这些逃亡的人非常嚣张，还打警察了。你知道吗？在拜登政府时期的时候呢，霍曼就直接接受媒体的访问，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拜登政府做得很差，因为呢，这个川普才是狠角色。你知道吗？非法移民只要进到美国之后呢，这是在纽约发生过一件事情，警方去驱逐这些非法人民的闹事，结果呢，2个警察竟然被推倒在地。被推倒在地之后呢，旁边这些人你看似漫无章法，但其实早就已经锁定了7个人就出来踹打，然后呢，把这个警察打到满脸是血。可是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些人这7个人有没有被抓起来？没有吗？有被抓起来。可是抓起来之后呢，他们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却认为说，这个不算是太严重的一个罪责，打警察对，所以就把他给放出去。放出去之后呢，
而且是零元保释，就直接把他给放走。所以这件事情，那以后警察干嘛去没抓这种错，所以呢，这个纽约的警局就说，这个就是最耻辱的。如果大家觉得说打警察没有什么，非法移民只要进到美国，他就拿到了个无敌星星，你根本赶不走他之后呢，你根本没办法对他做任何事情。难怪美国的媒体都说，现在整个边界的问题，现在这个偷渡的问题是整个川普胜选最关键的原因。没错，当大家都会有切身之痛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说，他们进到这里之后，很多纽约的这些居民就讲说，他们进来之后会发生2件事情。第一个，抢走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服务业的工作。反正他只要讲简单的英文，他就可以去餐厅。然后呢，很多的餐厅都说你要有这个身份证件。他说用影印的、黑白的，他们都承认。然后呢，被抓到之后呢，就说我们又不是执法者，我们又不是 official 的，我们怎么可以认证？可是呢，你连黑白的 Photoshop 弄一弄，你都可以认证，那你就可以接受。所以呢，抢走工作。第二个是他们这些非法移民进到了大都市之后呢，是不是要找地方来住？找地方住之后呢，要推高他的租金。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对经济上面来说的话，工作机会被抢走了，然后呢，通膨推高了。所以呢，这一次来讲，川普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这个东西就是切身之痛，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媒体就去问了他们的当地，是问纽约哦，问纽约的市民，问纽约市民讲得很夸张，是说，他们夺走我的钱，而且告诉我他们夺走我的工作，我什么都没有了。另外，纽约市的官员讲，这些非法的移民已经造成我有100亿的预算的税收的损失了。对，因为你进来之后，你还是要得处理他们，所以这一类东西来讲的话，真的是会影响到正常居住的一个市民。好，那志友，那他非常好奇。会不会这个人真的那么强悍？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他是纽约的警察出身的，纽约警察出身的，所以你看很有意思。这次川普找蛮多警察跟军人的背景，加入他的这个政府。然后他说他完全不在乎别人批评，他根本不在乎。他说民主党对我批评什么，我根本不在意。你看看啊，当然我们刚刚看纽约那个警察让我有点意外啊，因为过去我们对美国警察都是非常大只，然后呢，你只要被他拦下来啊，你手啊开着车，手如果从方向盘拿下来的话，他可能一枪就把你打死了。所以我觉得纽约警察的美国警察是非常非常强悍的。所以霍曼他是从警察，然后转到政府部门去做这个移民局，其实跟台湾有点像啊。警察到这个移民署，他是在奥巴马时期进去的，然后后来川普赏识他，让他出任移民跟海关的这个执法局的局长。那其实他做的不错，所以你看他在川普第1任期的时候执行了零容忍的这个移民政策，他把这些小朋友啊叫 tender age， 就是可能在5、6岁以下的，还是美国叫 toddler， 就是走路还不太稳的，全部都集中在所谓的收容所里面。可老实说，那个叫收容所吗？你去看啊，大家都在里面没有床，床很少，坐着躺着。天气冷的时候就拿着铝箔纸泡在身上，然后呢，还有很多小朋友是拿着奶瓶在喝。那如果父母亲不在的时候，还看他有没有这个哥哥啊姐姐能够照顾他。所以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看的大家觉得非常非常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那么强悍在执行这件事情呢？甚至有美国的主流电台的这个电视主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流泪，报不下去了。他完全不在乎吗？后来还好，他老板在乎，他老板最后发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说不做这件事情，在2018年的所以8月以后，当时他搞的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政策，这些小孩就在收容所里面用一个不毛毯子，根本没有被子，就用铝箔纸包着，你很难想象吧？好，宇轩，我们常常讲不打情不打赖，就打不长眼。在现在中美关系这么紧张，特别是台湾的关系现在这么微妙的时候，我们不是搞了一个台湾 Plus？ 我们这个台湾 Plus 不是讲说要宣扬台湾的政策，照讲是正面的，我们好像是台湾的 VOA 一样，就搞了半天出了一个糗。这个糗是干嘛？居然直接形容川普是 felon，你是一个重刑犯，你不但而且是一个定罪的重刑犯，就搞了半天，他不是要下架吗？到现在还没有下架。对，把那个你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当那个记者的口吻好像一副很遗憾一样说：“哎呀，美国总统啊，竟然选出一个重刑犯，他是这种口气的哦。当然他是用英文来讲的。所以我们讲这么离谱的事情，是在他已经当选之后，你知道你代表台湾 Plus 是什么？是我国，也就是中华民国公示他对外一个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对外输出的媒体。最宝的哥，他有什么公股色彩？他是有公股色彩在里面的。所以难不成你是在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们的赖清德总统，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行政院长呢，想要跟美国说，你真倒霉啊，选出一个重刑犯？贵那个记者口气就是这样。结果当今天呢，大家已经讨论轩然大波，吵了半天，结果公司说，哎呀，报道美国那人失当啊，就到现在为止，各位，请问下架了没？没有。网络上还是找得到，现在还可以找到。对，他说我们内控机制失调啦，如何？来，我这时候有2个问题要问你。第一，请问一下，你台湾 Plus 花了我们4年58亿，理论上来讲，立法院应该要监督，对不对？你文化部，特别是小野，
请问一下，在这个媒体发布任何新闻、任何报道之前，你有没有经过任何审核？没有嘛？什么内控机制失灵？把那个内控机制什么意思？就是说公司要负全权责任，我们这些主管机关，我们只负责花钱。各位做媒体没这样搞的啊，哪有说什么我金主出钱哦，然后全部都丢给你，你自己胡搞瞎搞，然后我完全不知道，都不关我的事情，所以表示遗憾。那我就请问一下，相关的外交部以及单位，除了文化部之外 ，NCC 有没有人去管控它？你说宇轩 ，NCC 为什么要管？而且我觉得，我昨天没有想清，我突然特别去问一下，58亿，4年58亿，一年大概10几亿，刚刚讲一年差不多就是20亿，对不对？你知道这多可怕吗？你关键你可以养我10几年呢，20几年呢，你怎么算？我告诉你，我给你保证，我杀头都可以演一个台湾 Plus 4年58亿，你怎么花？你接着要东升。我可以做哪20年节目，我都不要你58亿。把那个讲的关键，第一个来，我跟分析给各位听，台湾 Plus 到底什么组成？它有它自己的 App。哦 ，App 只有到现在为止5万人在使用而已。再来，它有所谓的 YT 频道，YT 频道总共有2个。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它有一个 YT 频道，就是台湾 Plus。宝德哥，你猜猜看，它总共的订阅数呢？到现在多少？多少？我跟你讲，9万人。OK， 然后再来，它我关键331万人。我都不用花那么多钱，所以送你58亿，你大概就登我们讲的3兆人了，好不好？对啊，你可以成为世界的顶峰。再来，各位，我跟你讲，刚刚讲那个9万，对不对？你知道它的流量总共多少吗？来，我跟你讲哦，这个9万，对不对？我看过了，它的总阅览数才500多万。那宝杰哥，小弟不才，你知道我的订阅只有5万多，你知道我一个月产出的订阅点击数是多少？多少？200万。那你拜托，你不要分我58亿。你就分我5800万也可以，你怎么办到的？你怎么有办法说搞了58亿，然后全部来？你看啊，这每一个你看到这些才7.5万，对，而且我跟你讲，宝杰哥7.5万还不是猫腻。我昨天再去 double check 一次 ，double check 什么？他的脸书，来，各位你现在有兴趣看脸书是什么？1个赞，2个赞，就1个赞2个赞哦。泡高什么吃什么嘛？对嘛？而且问题是，我本来不懂，我这幕僚跟我讲说，你知道这58亿多可怕吗？关键做到现在已经快18年了。关键做18年，你的零头都没有。我跟各位保证，全台湾所有零头都没有。我在讲成本哦，不算我赚的当然不少，不错了。我的成本没那么高啊。但是我跟你讲，所有的节目哦，一年你要花到1亿都不太可能。真的，一年你去全台湾找每个节目，各大电视台，你去问，你说你这个节目一年有没有烧1亿？我跟各位保证都没有。问题是大家还是什么还不放？因为现在所有的立法委员大家都讲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讨论一下它存废？结果我们的文化部长，我们的小伟还在跟我说，哎呀，这个在改进的空间呐、我们讲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是不教而杀，是你已经浪费我们一大堆钱，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一滩烂泥，而且从公视到中央社再回到公视，到底这些钱流到哪里？然后现在跟我们讲说要上电视哦，各位要上架电视哦，那我就请问一下，你到截至目前为止，他以电视的规格 ，NCC 有来管吗？有看到任何的成品吗？有看到任何的展出吗？唯一是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就只有骂川普是 Fallon 的那一件事情而已。所以拜托各位，不是，我现在就懂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1450，有这么多塔利班，有这么多人死心塌地帮民进党辩护，我都看懂了。这么多钱，宝莲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做的东西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搞不好他们努力的不是我们台面上看到的嘛。我们台面上看到的是什么 YT 频道啊、Twitter 啊、App 啊58亿。对，就有讲他们私底下在做什么？搞不好当网军、做梗图，那搞那些有的没的，全部都渗透到我们里面。所以对他们来讲，搞不好真的是丰功伟业，只是我们看不明白他的成果，因为他们要的成果跟我们要的根本不一样。